我和姐姐是两只猫妖。误入皇宫后，她成了皇帝千娇百宠的贵妃，我则是被威武的大将军揣进怀里，带出了宫。长新宠，心尖尖的过了3年，将军从边境带回来一位女子，皇帝也第一次对姐姐动了怒。夜半，姐姐跳上我的屋顶，绵绵龙气我吸足了，跑不？我利索的把金银珠宝包好，往背上一甩，点头，你走，我就走。一时间，贵妃薨逝，将军府心丧。听闻皇帝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。大将军为寻爱妻，持重兵围剿皇城，天下将倾。我和姐姐是山里相依为命的两只猫妖，为了修行，相约下山来寻机缘。因为我贪吃御花园中的锦鲤，失足落入水中，惊慌之下，姐姐只好变作人形救我。谁成想，皇帝宋璟那日赶巧的来了御花园闲逛，只看了一眼就封了姐姐为贵妃。我修行差，满身是水，被皇帝身上的龙气压得不敢起身，被路过的大将军梁景云揣进了怀里，带出了府，成了将军府不知来历的将军夫人。夜半，我脱了衣物，踩着猫步轻轻一跃就上屋顶，沿着将军府的围墙一路小跑着赶往约好的宫墙西南角。路上碰到一只迷路的蝴蝶，追着玩了一会儿。等我赶到时，姐姐黎苏苏已经端坐在墙上，正懒散的舔着爪缝。怎么来的这么慢？我叹了一口气，别提了，梁景云要回京了。而且，话说到一半，我抬眼看了一眼姐姐的脸，犹豫了下，还是说出了口。回来报信的人说，梁景云从北京带回来一个女子，我看了画像，和上次你给我看的一模一样。那画像挂在御书房的密室里，重兵把守。听说宋璟在北境为质子时备受欺凌，那女子曾救过他性命。姐姐抬起的爪子一读，将柔软的爪子按在墙上，烦躁地抓了2下。什么时候能入京？我甩了甩尾巴，最快也要3天。姐姐皱了皱眉，抬眼看我，我不想和别的女人抢男人，咱们狸猫一族没这先例。我动了动耳朵尖，有些好奇，那你的意思呢？我不想留在这儿了，下山3年，就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圈着了。确实，完全不符合我们狸猫一族天性自由的性子。原本宋璟和梁景云对我俩好还行，现在有了旁人，估计也不会对我俩怎么好了。我点头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都听你的。姐姐抬爪摸了摸我的猫头，行，这3天你收拾下东西，见过那女人后咱们就走。说完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头顶的爪子一读，绵绵，这次你不会因为贪玩忘记吧？我立马红了脸，飞快地甩动尾巴，极力为自己解释，绝对不会的，信我。姐姐有点勉强的点头，行吧，一定别忘了。说完，姐姐起身跳下宫墙，往贵妃的宫殿跑去，而我直接顺着屋顶原路返回。进了卧房，我揣着梁景云给我的将军府小金库的钥匙，就进了库房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也很好，这个又贵又轻，很适合带走。连着选了3个晚上，白天还要处理府上的事宜。果然该跑啊，在这魔待下去，别说我是一只一天要睡10个时辰的猫，我就是个精力旺盛的猴子也顶不住。好在今天梁景云就要回来了，我带着府里的众人迎在门口，也有半年多没见到梁景云了，你别说，还有些想。我扬起声音，高兴的去叫他的名字，梁景。可下一刻，我就不这么想了。梁景云下了马，眼神扫过我一眼，就回身去先叫帘。安姑娘，到了。轿子里面伸出一只雪白纤细的手，接着是若柳迎风的身形，最后是楚楚动人的一张脸。多谢梁将军。一转身，看到我凶巴巴的一张脸时，还惊呼一声，往后撞进了梁景云的怀里。梁景云扶住他，关切地问道，可有伤到？安以柔摇了摇头，看了我一眼，又怯生生地低下了头，就是那位丫鬟有些凶，吓了我一跳。梁景云抬头往这边看，看到我微微蹙眉，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梁景云，你给我松开他！他骂谁是丫鬟呢？平日梁景云对我千依百顺，他总说我是他的心尖尖，是老天爷送给他的宝贝。下山这3年，我在将军府横行霸道，从来没人敢给我脸子看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当着梁景云的面故意骂我是丫鬟。
我以为梁景云会帮我，可他只是不耐烦的轻声说了一句：绵绵，别闹。那我闹？满府的人都在门口看着他们当了3年女主人的人被还莫待进门的人折辱，而梁景云站到了他那边。安姑娘，我先扶你回去休息。梁景云体贴的伸出手，安以柔红着脸应了，路过我时眼底带着得意。气炸了！没有哪只狸花猫能忍得了有人当面挑衅。我猛地伸出手拦在了2人面前，我看着梁景云气得瞪大眼睛。梁景云，我问你，我还是不是这府里的女主人？我伸手指着安以柔，一字一句道，我说我不许这个女人进门。梁景云目光复杂的看我，半晌说了一句，黎绵绵，我至今还未娶妻。心凉了半截，像是被鱼刺戳到了嗓子，卡在喉咙，上不去下不来的难受。我瞬间红了眼眶，你说你默娶我，那当年我舍命救他，在破庙的拜堂求亲是什么？梁景云眼底闪过一丝心疼，松开安以柔的手，向前一步。我以为他要抱我，谁知他靠近我的耳边，轻轻落下一声惊雷，一只狸奴还想当将军府的主母。我浑身一颤，宛如坠入冰窟。看着他扶着安以柔离开的背影，我气得说不出话。我气鼓鼓的回了房间，想来梁景云家人在怀，也想不起我这个旧人。索性我变换了形态，跳上墙翻了宫里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姐姐的踪迹，反倒是在御书房门口见到了脚步匆忙的丫鬟。难道在御书房？我悄声猫进了御书房的窗下，爬上树往里一看，果然在这儿。姐姐正站在桌后的墙边，暗室门大开着，她拿着那张画像，泪如雨下。她是谁？宋锦站在原地，攥紧了手，你便是撕了又如何？他人已回到京城，画像早就没了意义。姐姐面色一白，倔着性子又问了一句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这3年的恩宠，你可有一刻是真心待我？宋锦扫过姐姐的脸庞，最终冷着声道，从未。大猪蹄子，从前对我姐姐千娇百宠的，姐姐喜欢西域的丝绸，说是颜色鲜亮，宋锦就1掷千金为她挂了满墙。虽然后来都被姐姐磨了爪子，但宋锦知道后却只是夸姐姐酥酥刮得极好，我瞧着倒是比原来好看得多。那话连我听了都心虚。姐姐喜欢柔软的皮毛，宋锦就大开丝库给姐姐随意挑选，甚至将她登基之后游猎的猎物的皮毛缝制成毛毯，那鲜亮的灰色皮毛能铺满整个贵妃的寝宫。而现在她甚至还没见到安以柔那个女人，就已经对姐姐变了态度。人渣！姐姐被工人带回了寝殿，宋锦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眼底沉痛。迟来的深情给狗看，呸呸呸，狗都不看。别说姐姐，就说我都气得够呛，连带着自己那份，我气2份。翻身下了树，回到梁府时，果然梁景云连来都莫来。我只能化生气为动力，疯狂往包袱里塞金银珠宝，这些全卖了，够我们山上的狸花猫吃上一辈子小鱼干的。想到一半，我突然想起了，山已经没了，狸猫一卖也只剩下我们姐妹。又到了午夜，府上的老爷回来了，我又没了夫人的头衔，人人都忙着去巴结新来的安姑娘。相处3年，连个来问我用饭的都没有。屋顶传来细碎的踩踏声，有人掀开了瓦片。我委屈的吸了吸鼻子，小声叫她姐。她又掀开2片，变成圆形跳了下来。绵绵，龙气我吸足了，那边也留下了假身。你是跟我一起走，还是再留下待上一阵？姐姐从前莫少从我嘴里听我夸梁景云，此时见我面色不好，还以为我舍不得。我大力的摇了摇头，不要，我们一起走。她皱了下眉，四处看了一眼。梁景云回来，莫和你猪。不说还好，一说更气了。宋锦画上那女人现在就在府里，梁景云对她千依百顺的，还说我一只狸奴不配当将军府的主母。当初他供养我，我舍了半身修为救他，他在破庙亲口说要拿命聘我，我才愿意嫁给他当妻子的。姐姐，他反悔了。我拽着姐姐的裙摆，哭得可怜兮兮。桌面啪的一响，我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姐姐气得连尾巴都出来了。果然凡人都是狼心狗肺，宋锦如此，梁景云也是如此。他伸手拍了拍我的头，语气是恨铁不成钢，本来就笨，修行也慢，
还被人骗去了半身修为，现在连个假身都变不出来吧？我委屈点头，姐姐气归气，还是伸手在床边施法。转眼，一个和我一模一样、圆脸猫眼的少女就坐在了床边。我一脸惊奇的指着假身的肚子问：怎么还吃得撑了？然后被姐姐嫌弃的拍了下脑袋。什么吃撑了？我发懵啊！姐姐眼中金光一闪，她既然不愿意承认你的身份，那我就帮你送一份大礼给她。虽然不明所以，但我姐姐说的都对，都听你的。姐姐走后，我饿得难受，就推门出了屋子。从前个个都是夫人长，夫人短的，此时门外却空荡荡的，着实凄凉。呸，势利眼！我走到厨房门口，想拿些点心填填肚子，却一抬眼就看到安以柔身边带着人，正在那里和大厨笑着说些什么。眼神一扫，案板上正好放着一碟我最爱吃的炸小黄鱼。因为我喜欢这个，梁景云曾下令厨房里任何时间都要给我备上一碟，甚至有一次见我吃得香喷喷的，还吃味道，小馋猫眼里只有小鱼，一眼都不肯看我。我叼着鱼尾巴反嘴，谁让你没有小黄鱼好吃？他眼神晦暗，将我抱上桌，一口咬上我的唇，语气恶狠狠地说：我不好吃，小狸奴再仔细尝尝。看到小黄鱼，我理所当然觉得是给我留的，伸手就要去拿。安以柔身边的丫鬟想去抢，可她哪里能有猫快，最终那碟小黄鱼还是落在我的手里。我仰着下巴，轻蔑地看她，跟我抢东西，你也配？和猫抢鱼，过分！安以柔面色不好看，却装模作样的开口：姐姐喜欢吃，我本来该让你的，可我家在北境，平日里母亲最爱做小黄鱼，我许久未归家，只是想尝尝家中的味道。我皱着眉，听他絮絮叨叨了半天，烦了。关我什么事？偏偏旁边的丫鬟和大厨还一脸同情的看向他。不是，都脑子不好吧？我端着小黄鱼就往外走，刚走一步，就被安以柔拽住了袖口。你要吃，再让他做揖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安以柔狠狠一推，小黄鱼洒了，满天飞，人也撞到了门框上。我都摔懵了。紧接着，就见安以柔像是被空气推了一下，倒退着险些栽倒在火堆里。我本来都站好了，身后却猛地闪出一个人影，从我身边路过时又撞了我一下，脸蹭到了门框上，瞬间现了血丝，好痛。可那人不仅没道歉，反倒是速度极快的把安以柔抱进了怀里。安姑娘，没事吧？梁景云紧张的扶起安以柔，柔声询问。她能有什么事？她先推我的。安以柔却仿佛吓坏了般依偎在他怀中。我没事，梁将军，快去看看绵绵姑娘吧。说是劝人，眼底却在看我时闪烁着害怕。梁景云抬眼看我，眼底是压抑不住的怒气。黎绵绵，你又惹事了？喵喵喵喵的，关我屁事。可我看着梁景云生气的表情，心里却酸涩又憋闷，让我一连串骂人的脏话停在唇边，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安以柔拽了拽梁景云的袖口，怯生生地说：以前在家，母亲总给我做小黄鱼，我一时现了，心里难受，这才惹怒了绵绵姑娘。也不怪绵绵姑娘，是我没站稳，她这魔对我，都是因为在乎将军。她越说，梁景云的脸越沉。道歉？我的声音气得都抖了，你让我给她道歉？不过是一碟小黄鱼。我猛地大声喊住她，梁景云。泪光在眼底闪烁，我通红着眼眶看她。不过是一碟小黄鱼。酸涩的疼，一丝一丝的沿着血脉蔓延，直至全身。梁景云冷漠的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心疼，随后又失望的加重了语气。黎绵绵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望着地上的小黄鱼，心口像是破了个大洞。好像那年回山，却发现没了家。当晚我沉默的翻上墙头，蹭了蹭姐姐的下巴。姐，我们离开吧。隔天一早，宋锦就亲自骑马，大张旗鼓的接安以柔进宫。梁景云站在府门看了许久，回身问了一句：夫人呢？下人思索了一下，回了句：夫人从昨日起就关在房中，并未出来。微微蹙眉，饭也未用。下人点头。梁景云沉默许久。也罢，他那个性子，也该饿2顿尝尝记性。抬腿进了门，又走了几步。去厨房弄些现炸的小黄鱼，我亲自送去。下人应答，
随后迟疑着问了一句，那以后还叫夫人吗？不聊。为了一滴我精血的假身，同我一模一样的长相性情，施以法术，还能远程操控。此时正捧着肚子呆愣愣的坐在床上，梁景云端着小黄鱼和一碗汤进了门，京城之外的姐姐催动法术，那假身就动了起来，阴阳怪气道，梁将军，不陪你的安姑娘了。梁景云把东西放在桌上，你最喜欢的炸小黄鱼，拿去哄你的安姑娘，我可不敢吃。梁景云下颚绷紧，眼底带着怒气，黎绵绵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难道这几年给你的还不够吗？那谁在闹？假身起身，一步一步走向梁景云，双目赤红。梁景云，那年你替皇帝办案，被人下毒身中数箭，我在破庙用半身修为救了你。你当时对着城隍起誓，以命聘我为妻，绝不辜负，你可还记得？那年的破庙四处透风，只有半截燃盛的蜡烛和满身鲜血的他。梁景云执起我的手，笑着道，以命为聘礼，以血作嫁衣，聘离奴绵绵为妻，永生永世不分离。我若有一朝违背誓言，必定天打雷劈，被掏空心肝而死。后来他带我回了京，满京城的人都知道将军夫人来历神秘，被将军捧在心尖尖。府上有丫鬟问我何时和梁景云办喜宴，我也不知，就跑去问他，他却借口说猫妖稀少，若是大张旗鼓对我来说太过危险。当时我还感念梁景云居然这么心疼我，如今才明白，什么危险，什么保护，只不过是我这只狸奴不配做他将军大人的夫人罢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就轻声来哄我，你乖些，我以后每天都叫他们炸小黄鱼给你，好不好？好似只要吃上一条小黄鱼，我就能瞬间把所有事情都忘光了一般。假身一把掀开了他的手，怒目而视。梁景云，我黎绵绵不是厌恶了就踢一脚，喜欢了就抱一抱的宠物。梁景云没了耐性，眉宇间都是烦躁，那你要如何？我以后如何，就不劳梁将军费心。假身转头就往外走，却被梁景云急躁的一把扯住胳膊。我本来不想对你动粗，偏偏你不肯听话。他将假身按在桌上，把旁边的汤碗端起，一整碗汤一滴不落地喂进了他的嘴。娇小的人影奋力挣扎，你为了我什么？梁景云表情冷淡，不过是些使你法力尽失的小东西。大手掐在圆脸上，他的声音冷得像冰。绵绵，就算你再不愿意，这辈子也只能留在我的身边。除了名分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假身咬牙切齿地骂他，梁景云，你脑子有病。梁景云压着人，掐上了我的下巴，刚要亲，却猛地定住，你的脸。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，紧接着有御前的侍卫冲了进来，打断了谈话。梁景云松开人，神情不悦。何事？带头的将领急声道，宫中贵妃和安姑娘同时中了药，要用狸猫妖腹中内丹做药引。听闻将军府有一位狸姑娘，陛下要我前来带人入宫。梁景云猛地抬头，从假身的眼中，我清楚地看到他沉默片刻，点了头。我随你一同进宫。梁景云，你要帮他们杀我？纵使知道他早就变了，此时的我难免也有些喘不上气。妖一旦被剖了内丹，必死无疑。他皱眉，不是杀你，只不过是需要你的内丹救人而已。剖丹救人而已？梁景云死死盯着我，半晌冷漠地开口，能活的我试过很多次。滨江要来拿人，假身哭喊着求梁景云救自己。梁景云，我会死的。指尖在他衣摆上攥得发白，几乎要拽断。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可那人弯下腰，小声叫了我的名字，就在我以为他会救我时，他说，人和猫妖怎么会有孩子呢？绵绵别说谎了，能救安姑娘是你的福气，别怕，我一定能保住你的命。说完，在我绝望的神色中，掰开了攥紧的指尖。走吧。寝殿里，安以柔一脸娇弱地倚靠在宋景怀里，时不时咳嗽一声。假身被粗鲁地压跪在地上。梁景云视若无睹，上前一步，安姑娘没事吧？宋景冷下眉眼，贵妃为了争宠，给自己和以柔喂了同样的毒，她当真以为朕不会对她怎么样吗？安以柔又咳了2声，眼泪连连地望着梁景云，我怕是快要死了。
梁景云蹙眉，不是说要用猫妖的内丹做药引？说罢，看向宋锦，陛下又是如何得知我家中有猫妖的？安以柔看了一眼我，抹了抹根本没掉下来的泪。不怪景哥哥，他也是担心我，是我现在太过担心，想起你说过家里有只养了许久的猫妖，这才说漏了嘴。我也没想到那猫妖会是绵绵姑娘，还是让我去死吧，你们别救我了。说着就装模作样的去撞柱子，一步都没踏出去，就脚下一软，摔进了梁景云的怀里。宋锦接过人，冷漠的看了一眼假身，不怪你，只怪这些妖怪非我族类，该死。梁将军不会舍不得吧？梁景云沉默片刻，摇了摇头。他的内丹能救人，是他的福分，更何况是陛下之命，臣自然别无二话。宋锦扶着安以柔坐回床上，喂了口水，看也不看地下的命令，拖出去，剖开内丹给安姑娘入药。是。眼见着那人就走进假身，我一把按上了姐姐的爪子。既然他想杀我，那就让他亲自来吧。姐姐看我的眼神带着心疼，半晌点了头。垂着头的假身猛地冷笑出声，抬眼看向梁将军如此忠君，想必愿意亲自为陛下效劳吧。他的目光直直的看向我，为表忠心，最后冷声说了声好。假身被绑在木架上，梁景云站在他面前。绵绵，我会很快的，不会让你太疼。假身只倔强的吐出2个字，人渣。刀尖刺入身体应该很疼，可我没有感觉，假身自然也没有感觉。只有梁景云看着突出的小腹，额头冒了汗，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握着刀的手不停的在颤抖。梁将军还在等什么？宋锦发了话。梁景云咬了咬牙，眼睛通红的看我。对不住了，绵绵。血水顺着刀尖流到刀柄，又从刀柄沾了满手，最后流到他的脚下，染红了一片，将肚子的肌理分开，血淋淋的刚成型的狸猫幼崽，毛冬末长全的躺在里面，怀中抱着一颗褐红色的内丹。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梁将军，第一次手抖得不成样子。他呼吸急促，眼底满是猩红。他是。假身面色如纸，微微向前，笑着告诉他，你的孩子是你亲手杀死他的。梁景云沾染鲜血的手疯狂的颤抖，疯了一样伸手想将小狸猫塞过去，可血流的太多了。被取走内丹的假身缓缓的闭上了眼睛，幼崽的体温也在他的手中渐渐变凉，只剩下内丹在盘内熠熠生辉。他惨白着脸，汗渍、泪水和血液混为一体，狼狈不堪的跪在宋锦面前，把内丹奉上，眼皮底下是深入骨髓的恨意。陛下，臣身体不适，就先退下了。去吧。宋锦接过内丹看了一眼，吩咐太监去煮了药来解安姑娘的毒。可要接到手里，太医又犯了难。陛下，这内丹只够给一个人做解药，安姑娘和贵妃娘娘，您看。宋锦皱眉，还未说话，安以柔就懂事的开口，给贵妃姐姐吧，虽然是她下的药，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她去死。至于我大抵是没有福气的。宋锦闭了闭眼，给安姑娘。太医试探性开口，贵妃娘娘那边，她若是自己没吃毒药，就关她3天以儆效尤，若是吃了，算她活该。他打定主意认为姐姐只是做做样子，一定没有真的吃药。可他不知死得不透彻，怎么叫死顿呢？内丹被拿了出去，太医还没把药煮好，就见贵妃的宫殿外面满目的火光冲天。宋锦猛地从床上站起，厉声问，外面怎么了？小太监跑进来，立马跪下，贵妃娘娘说毒药只有1份，她自己吃了，陛下既然选好了，她就不奉陪了。宋锦瞳孔猛缩，他人呢？轰轰了。宋锦身子一个踉跄，几乎差点摔倒。轰了？朕不信，他一定是在耍脾气，要朕去哄他。朕偏不要去看他，任性妄为，还想要朕哄着他。骄纵，骄纵。他一字一句的咒骂着，身体却不住的在颤抖，手攥成拳头，眼底一片猩红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小太监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听贵妃娘娘的宫女说，贵妃吃了毒药，那药毒性厉害，面目青紫，可怖得很。娘娘说她生生的漂亮，不愿让陛下见她这副模样，就点燃了宫里的物件，头火自焚了。宋锦的脸色冷得吓人，小太监抖得如同筛子，
安以柔试探性的刚说了一个字，锦。滚！安以柔愣住，宋锦哥哥。宋锦猛地转过身，双目猩红到可怕，一字一句的看着他，我说让你滚听不懂吗？太医刚好煮完药，一推门进来，就被一脚踹开，药碗被掀翻，洒了一身。一只灰色带着纹路的爪爪按住了我面前的镜子。姐姐甩着尾巴碰了碰我的额头，别看了，还会回来的。我和姐姐并排坐在山顶，远远的向住了3年的皇城看去，高大巍峨，影影绰绰。是啊，还会回来的。姐，走吧。2只狸花猫脚步轻快地跑下了京郊外的山顶。天地广阔，奔向自由。